题目是“古今治乱之由，长治久安之道”。殿试现在开始。公孙兄，这些宝贝书卷用上了吗？白准备了，一卷也没用上。哎，没用上就对了，好不容易有个对皇上说话的机会，傻瓜才用别人的话呢。董公是这么看，皇上要听的就是你的真话。那也得引经据典为好嘛。我自己就是经典，有本事就让人家读我，不是我读人家。董公气魄恢宏，奇才呀！是啊，是啊，我看这一次皇上肯定能选中你啊。皇上选中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是皇上选不选我，是我要不要服侍这皇上。你选择皇上？什么？袁固这个老顽固，他还没有死啊！不光没有死，听说啊，他活的呀还挺结实呢。这倒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给皇上出什么好主意。不过这也奇了，皇上招来这么一帮子人，而且都是儒门中人，他们到底是要给皇上出些什么主意啊？太皇太后啊，今天呢是第一次比试，卷子呢被赵婉、王臧他们收上去了。至于这里面有些什么说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丞相窦婴呢？皇上没安排他管招贤，没有参加。这黄老无为之学，是我大汉朝治国的根本。诸位都是出身世家的老人，对朝廷的事，你们要多费心思。舅舅，舅舅，阿娇，干嘛老这么跪着呀？累不累呀？快起来！不，起来！阿娇，来，里边是谁在说话？啊，母亲许昌，还有庄清迪。哦，阿娇，近来见过圣上了吗？干嘛要见他呀？你马上就是皇后了，不能认着性子。嗨，等坐上了再说吧。魏齐侯，臣在。太皇太后宣见。No。太皇太后，太主。丞相啊，来，坐这儿说话。谢太皇太后。自皇上继位以来，
朝政的事儿还顺当吗？顺当。这些年来，国泰民安，国库也是满的。满吗？前不久啊，侄儿去了敖仓，在敖仓看到那粮食啊，那是堆积如山，一层压一层，最底下一层啊，如果再不吃的话，就都发霉了。库里历年收上来的口算钱，就是那个人头税，也都在仓库堆得满满的。旧的还没有花完，新的又堆上去了。时间一长，串钱的绳子都没烂了，那铜钱散得满地都是。钱再多，该省的也得省着。是。皇上还年轻，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的是。你们得给皇上出好主意，千万不能够怂恿皇上搞些没影的事儿。丞相啊，刚才我来宫里的时候，路过公车署，只见那里人山人海，乱乱哄哄的，什么人都有，像一林子鸟似的。听说都是奉了皇上的求贤诏而来的三教九流。将来朝廷的大臣就要从这些人中选。哎，这成何体统？也不问门第，也不管出身，这简直是胡闹！我没有一个看上眼的。太主，你觉得不正常吗？我看，你们撺掇皇上的第一道施政诏命就是求贤，简直是胡闹！老子说，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老太太喜欢老子，这谁不知道啊？这不就是和老太太作对吗？再说了，这第一道诏命下来，把全天下的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。什么阿猫阿狗的，全进京城来应试。这朝廷不成了赶大集的了吗？太主说的可不对啊！不对。凡治国方略，首要就2个字：用人。当今皇上发布这求贤诏，也是效法祖宗。高皇帝11年就曾颁布求贤诏，说只要有本事就来投我，我能复贵之。哎呦，得了，都看出来了吧？翅膀硬了，笼子关不住了。人家现在是皇上了，再加上后面还有人撑腰呢，就由他去扑腾吧。别闹得唱戏的不累，看戏的腰疼。丫头，别走远了，把阿娇给我叫来，我有话跟她说。哎呀，先帝在世的时候曾对老身说，魏齐侯林大士常有拙见，是1等1的智慧之才。老身知道，在很多大事上，你也曾影响过先帝。先帝对你是有寄托的呀。我呀，也跟你把话说清楚，别成天跟那些儒生们搞在一块儿。虽然你曾经也学过那儒学，可你不同啊，你是咱窦家的人，眼睛呢得盯着皇上。其实皇上还是个半大的娃娃，长在深宫之中，世间的事他哪儿懂啊？也不能够只照着书本上读的去做嘛。老身只怕皇上身边用不着好人呢。去告诉皇上，老身国事可以不管，这家事
可得由我管。他得跟阿娇完婚，我看这婚典就由你和田汾去操办。陈灵芝，诸侯各王都要早做通知，大典所需用的礼品要提前专车入京。等等，宗室贵戚要晚2天通知，消息不能提前泄露出去。啊，少辅处你们联络大典所需物器缺什么？太常到，彭祖到。侯爷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皇上大婚是大事儿，可我这个负责祭祀礼仪的太常，却一点都不知道啊！不知道，不奇怪。哎，你这位当朝丞相，居然具体代理朝廷太常署的职责，这不是越俎代庖吗？窦彭祖，是太皇太后命我亲自操办此事的。来人，是太皇太后啊。那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冒犯。皇上自己也不知道。怎么连皇上都不知道？这未免太奇怪了。闭嘴！这是你该发议论的。死罪，死罪。这么急呀？怎么事先也不早说呢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老太太刚把我叫去跟我说，我这不就把你叫来了。可皇上这心事没在这上头啊，这么匆匆忙忙的成婚，他愿意吗？不急，不急，我能叫你来吗？听老太太那口气，哪还有商量的余地呀？以弟弟的直觉，老太太的用心，怕不光是让皇上成婚吧？嗨，她不就是想用婚事做个套子，把皇上套起来吗？不会这么简单吧？坏就坏在这小皇上太想奋发有为了。陛下万福，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。陛下万福，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。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。往哪儿放呢？
好。陛下，陛下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走，走啊，走。为什么母后不亲自来和朕说？因为太后知道陛下并不想马上结婚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逼朕立刻完婚呢？不是说，天下事无大小，皆决于皇帝。怎么做皇上的，连自己的婚姻也决定不了？是，天下事当由天子当家。不过陛下出于孝敬，难道就不能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当一回家吗？只怕他们不是想当一回家，是想当一辈子家。不行，朕现在还不想考虑婚姻的事。陛下，陛下可知婚姻是何物？哼，这个朕当然知道，还不就是男女之间一阵子手忙脚乱吗？跟别人谁都行，就是跟那个傻丫头，朕不愿意。陛下说的那不是婚姻，婚姻不仅是床子之事。那呀，朕就更不愿意了。现在百废待兴，朕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呢。曾作为太尉，作为舅舅，对陛下就说白了吧。依据古之礼法周礼，陛下的嫔妃将来又何止上百上千？但阿娇则完全不同。陛下金屋藏娇的故事早已流传到宫廷民间，没有人不知道。陛下，这个承诺若不兑现的话，则失信于天下百姓。王者的威信，陛下你应该知道，一则威，二则信，失信则损威。再说陛下，如果你不娶阿娇的话，则长公主她不高兴。长公主不高兴，则皇太后她不高兴；皇太后不高兴，则太皇太后也不高兴，一群人不高兴啊！陛下，太皇太后不高兴的话，这分量，陛下你应该知道的吧？记住，陛下，历来帝王的政治，不只是在朝廷设计，皇上。您的婚姻也是宫中的政治啊！难道朕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？陛下以后可以有1000种选择，这一次只能有1种选择。陛下，那朕问你，当初选择朕继承皇位的，是长公主还是先帝？当然是先帝。那朕再问你，朕能够继承皇位，是因为靠长公主呢，还是因为朕的贤能？当然是陛下的贤能。那不就得了？既然朕是因为贤能而继承了皇位，那为什么处处还要看长公主的眼色呢？朕就不能独立决断吗？陛下。具备贤能，并不一定就能够继承皇位。先帝有14个皇子，河间王的刘德贤能就差了吗？先帝就曾评价他身端行志，温仁恭俭，笃敬爱下，好学不倦，惠及鳏寡，这么多贤德，可是为什么先帝没有选择刘德呢？舅舅，难道朕真的必须接受这场愚蠢的婚姻吗？陛下，皇太后不希望自己重蹈丽妃的覆辙。陛下，好，好啊！
舅舅，你今儿给朕的印象颇为深刻啊。也罢，朕呀，就全当那个傻丫头为花草之流，朕就另图春花吧。陛下答应了。你替朕去转告母后和长公主，告诉他们，朕谢谢他们替朕选了一个好皇后。谢陛下。太后，太后不好了，皇上动怒，一个人走了。怎么，他走了？嗯。哎呀，兄弟，皇上他上哪儿去了？啊？皇上高兴地答应了，下个月就举行大婚大典。哎呀，妹妹，那我们应该去喝一杯去。不，姐姐，咱们得去补习，择个好日子。弟弟，咱们走。哦，皇上同意婚期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喜呀！喜事儿就要喜办呐。皇上已经颁布了诏命，他还关照臣说，一切安排要让老太太高兴，让太皇太后高兴。是吗？哎呀，这孩子啊，还是懂得孝敬的。这朝里的事儿啊，一定得有好人教导。其实皇上一直是把朝政看得比家事重要。皇上的婚典就是朝政，自古以来君王的婚典也都是政治。那倒也是。你去问问田芬，看看他们王家有什么安排。No。拿着。韩嫣，张骞，还不快给朕滚出来！朕今儿又有乐子了。人呢？哦，二位公子啊，都叫吉案叫去训话了。哼，这个老夫子。看来啊，朕还是得给他安排个公职，省得他呀在朕的身边管东管西的。他不是爱管闲事吗？去，朕任命他为谒者令，薪俸5000担，让他替朕去各郡巡视管事。哎，你快去拟诏吧。奴才领旨。谁呀？陛下，她叫灵儿，是太皇太后特地送来侍候您的。太皇太后？你都跟老太太说了？灵儿哪敢多嘴？那件事是太皇太后自己知道的。奇怪，太皇太后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你莫非是派过来看着朕的？奴婢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实在是……行了。春朵，把人给老太太送回去，朕的身边不留这种人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听我说嘛，我侍候了先帝这么些年，可从没见过谁敢把太皇太后送来的礼物给退回去的。如果陛下实在不喜欢的话，那也好办呢，奴才让他少露面，不就完了吗？
其实朕也没什么可瞒太皇太后的。好吧，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你呀，你就替太皇太后好好的照顾着朕。哎，让朕一看到你呀，哼，就能想起老太太来。去吧，给朕拿一件宽松点的衣服来。喏，还不快显？谢陛下。你说，太皇太后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还总替朕操这么多心呢？太皇太后那双眼睛啊，虽然闭着，可比睁着还亮啊。太皇太后居然舍得把你做陪嫁，先送到朕身边来。老太太是怎么说的？太皇太后只是说，说什么呀？太皇太后说，男人没有不爱女人的。皇上既然喜欢你，你就随阿娇去伺候他，免得他像馋猫似的偷嘴吃。朕告诉你，朕可不是老太太养的猫。陛下，奴婢说错了。滚！快滚！竟敢说朕是猫！哼！好，好，写得透彻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啊。高祖皇帝开天辟地，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。然则当变之法不变，虽不能更化鼎新，以真大治。此人竟敢如此议论，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这什么叫做更化鼎新呢？更化就是更文化，鼎新就是说要鼎立新制度。这4个字好，顺从天意，体察民心，审时度势，革除弊政，开拓新局面。我汉室立国已上立4代60年，虽然国力渐强盛，但积弊则渐深。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，这正是朕的使命。这是什么人呢？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。广、川、董仲舒取第1名。朕择日要亲召其入殿测问，钦此。明日把这个交给魏婉，尽快安排。奴才遵旨。臣今年22岁，身长9尺3寸，双目如电，背牙如雪，勇如梦奔，节如庆忌，廉如鲍书，信如尾生。少师父母，长养兄嫂，12学书，满腹经纶，15学拿来，这是什么人物？他16学诗书，19学兵法，20通，拿来给朕看看，通易经，了不得了！这整个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妖精了吗？这什么人呢？真行啊，这人啊，这牛皮都敢吹到天子这儿来了，这还真的有点胆力呢。不过朕现在在求贤，就算是来个卖狗皮膏药的，朕现在也都收下。既然此人如此善吹，朕也跟他开个玩笑。平原东方朔，测试取倒数第1，令其代召宫门。这什么叫做代召宫门呢？代召宫门呐，就是守着宫门候着，随时等朕的召唤。行了，替朕收拾一下，
朕啊，要睡觉了。这次招贤良，看来还真的发现了几个人才。朕看到严柱，就是个能办事的人，笔头子也快，可以安排在朕的身边，做个中大夫。至于公孙弘嘛，学问可以，啊，人也本分，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。这个董仲舒怎么用才好？朕细看了他的策论，此人能纵览古今之变，参通天人之际。你先派人把他好生养起来。但是你去传朕的话，这次所选贤良之中，凡是主张黄老无为之道的，还有专搞那种有言乱政、不务实用的诡辩的，文辞再漂亮，朕也一个不用。叩见太皇太后。这皇上收留了100多名的儒生，都把他们放到公车署里养起来了。听说多数是一些身份来历不明的人，好像朝廷里的金子花不出去了，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。听说特别重用了几个人。这只是初征，听说还要搞再征、3征，形成长制。将来朝廷会不会落到这帮无赖手里呢？他们有给皇上写的对策吗？你们去找几份来念给我听一听。我倒很想知道皇上新的治国之策。太皇太后，要说皇上召举贤良，并没有错，但真正在期间操作的，并不是皇上，其实就是魏婉、王臧、赵婉这3个儒门师兄弟。他们利用皇上年轻急于求功的心思，精心地布置了这次对策殿试。他们的目的，无非是想以儒家学派来画一道线，把我们这些习百家之学和传习黄老道术的人从朝廷当中排斥出去啊！如果这样下去，只怕用不了多久，朝廷上下就独宗儒教了。那样一来，我汉家4代以来以黄老术治国的方针必然遭到颠覆啊！魏婉这老东西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要太皇太后，您不能不管呐！改制呢？行了，怎么能乱？行了，你们是来给老太太请安的，还是扇着让老太太生气的？陛下威武！阿燕，臣在。拿着。哦，陛下，臣输了。你还未曾放箭，怎么知道输赢啊？臣不敢在天子面前使用兵器。朕特许你了，引弓放箭。诺。你小子，不愧是喝过匈奴羊奶长大的。不过，你竟敢在宣誓之内压过朕一头，你知罪吗？陛下，臣知罪，但是臣是得了陛下的旨意。拿弓箭来。
张骞、韩嫣，你俩过来。韩嫣，你输了。知道朕为什么要你们习武，为什么要更换顶新吗？朕的目的就是要图强。当今海内已富庶，匈奴年年犯边。朕记得有一年，朕和先帝去甘泉宫避暑，匈奴右贤王突袭云阳，兵锋逼近长安。入夜后，先帝领着朕登骊山，观望远方的点点烽火。那烽火夜照甘泉的景象，可真是令朕永生难忘。可边境的百姓就遭殃了，每年被杀掠的人口动以10万计，而国家是有法令的，边民不得内迁，长城太长，防不胜防。所以朕再不想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太平天子。朕决心反击匈奴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朕不在乎是哪种学派，只要是能够富国强兵，只要能够有利于尊王攘夷，朕必行之。末将程不识参见太傅。程大将军来了，坐。有什么事要老夫效力啊？适逢皇上大婚大典之前，太皇太后传命，要我加强两宫的警卫。末将特来向皇上报领攻进所需的新军械。需要什么说吧。现在禁军装备的秦制木弩均为老化淘汰之械，末将上任之后才知道，禁军的装备如此陈旧，一旦有变，就派不上用场。所以特请造办杀伤力更强的3棱式箭组5000支，还有蛇形成功器500具。还有吗？先报这些吧。好，等禀报皇上后再回复将军。好。东宫为何突然要增补这些兵器这是太皇太后的诏命。太傅，我可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。太傅，您老也这么大年纪了，您又是个带过兵的老军人，如今怎么弄起了刀笔文案？依我看，这些文牍差事还是让那些书生们去做吧。以您的学问当知激流勇退4个字，该罢手时就放手了嘛。你干嘛放着舒舒坦坦的万户侯之福不享，还要和那几个成不了大事的书呆子一起搅和吗？一旦有变，首先摔倒的怕就是你呀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太皇太后，这金老虎是做什么的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它叫做护符，威力可大了。
它代表着军队呢。您怎么只有一半呢？另一半呢，在北营的中尉手上。那干嘛要分开？这是高皇帝立的祖制。大汉的北营主力军队啊，任何人都不能够轻易调动，连太尉和领兵的北营中尉，也只能管兵，而不能调兵了。所以啊，就制造了一只金虎，一破两半，一半呢在北营中尉手上，另一半在皇帝手上，两半合而为一，方能调动军队。先帝把这一半交给老身来保管，就是怕皇上轻易用兵啊。